刚才我们的讨论是基于独立电压源的，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拓展到受控源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。对于这个压控电流源来说，它的控制量 U1 在电路的其他部分，不在这里面。我们关于这个子电路可以写一个 KCL， 那就是 I 等于 0.5 U1 加上 0.5 U。那么如果说你把它当成是一个独立的电流源的话，你将写出怎样的对应的等效的电压源的子电路呢？这一定是 2O， 这是一个受控的电压源，它的方向应该是左正右负，对应于这个电流方向，它的值是二者的乘积，所以应该是 U1。我们标出相同的端口的电压电流。那么对于这个电路来讲，你只有一个 KVL 可写，那就是 U 是等于负 U1 加上 2I 的。大家观察一下，这二者一致吗？它们是一致的，因此这两个子电路是等价的。最后呢，我们来做一个例题，它把这一讲的所有内容融会贯通在一起。我们需要求5O 电阻上的电压 U。首先我们观察这里面，一个电压源和一个电流源串对外等效成什么？是的，只有一个电流源。这是一个电压源和电阻串，但是这是3个并联的子电路。很显然，我们应该把它变换成等效的电流源和电阻并，这样好进一步进行处理。那么对应的那个电流源应该是什么？10比上5，方向向上。对应的那个电阻应该是5O。我们把这两个子电路连在一起，和刚才的那个没有变化的5O也连在一起，需要求这个电路。对于这个电路来讲，又存在了一个2安和6安的并联，它们对外可以等效成一个8安，于是就变成了8安给两个并联的5O 电阻供电，我们需要求这个 U。对于这一点来讲，我们可以用第12讲讨论的并联分流器。很显然，这是4安，于是 U 等于4乘以5等于20伏。这就完成了这道题的求解。在结束本讲之前，我们需要强调一点，大家看，这个电路从这里变到了这里，从这里变到了这里，然后这两个又变成了这个，这个又变成了这个。原来的电路里面，除了5O 之外，所有的元件全部都发生了改变。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，叫等效的相对性。我们说等效一定是对于外电路来说等效。这个 N 和这个 N 撇儿，从外电路来讲 ，UI 特性是一样的，它们是等效的。但是对于里面来讲，那可不一定。具体来讲，对于这个题，这个电路、原电路和等效后的电路，只有5O 电阻是没有变化的。也就是说，只有5O 电阻是唯一的一个不变的外电路。那进一步说，只有5O 电阻上求得的这个电压是原来的这个电压。那么对于这个电路来讲，其他的电压和电流跟原来的电路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当然，求出其他的电压和电流以后，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反推，算出原来那个电路所有的电压和电流。这就是我们本讲全部的内容。